大家好，我是 Kissing 爸妈。今天我来到我们家的阳台，因为呢，我要来大改造我们家的这个后阳台晒衣间的地方。我们家的屋龄已经差不多30年了，算是一个很老的房子。但是因为我们有常常在维护，所以看起来都是算干净整齐的。只是说这种传统型的晒衣架呢，最近我真的一直觉得一直晒手很酸，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我这个困扰。我上网看到台湾有一种电动晒衣架是可以电动降下来又升上去的。其实有很多种牌子，但是最后我看到这一款啊，外形跟其他的电动晒衣架长得很不一样。于是我就传给我的娘家爸爸看，因为他是成大机械系毕业的，然后对于这些结构啊、原理啊一定懂。看他的想法，觉得好不好、耐不耐用。我们家买任何的东西啊，都会经过爸爸的鉴定，因为我们很怕买到用没多久就坏掉的东西，像妈妈买电饭锅啊，或是行李箱等等的，也是叫爸爸帮忙看看要怎么选。那这台艾迪亚电动晒衣架，爸爸看到照片，他就说，中间是拉钢索的哦，然后又说菱形是平衡伸缩的作用，滚轮卷拉钢索拉向上，向下是滚轮反转，靠架子重量垂下。说这些其实我都看不懂，但是我看得懂的是他讲比起两侧是剪刀型的那一种更耐用，因为有对称性的结构。好啦，那爸爸认证 OK 没有问题，那就是最好的啦。我就自己也研究了一下，是台湾制造的，而且是世界唯一一款开合式设计的电动晒衣架。于是啊，我就开始跟厂商洽谈，很开心，厂商愿意和我合作。星期五啊，他就会来装咯。前一天我们先来整理打扫这个环境，因为上面都已经剥落了那些油漆，因为有潮湿的关系。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整理。这竹子也是用了30年了，还很耐耶，对不对？对，历史的足迹。会很重吗？不会很轻，小心哦。好。到时候要锯掉，拿去丢掉。丢垃圾场回收。这个可以跳竹竿舞诶。对。你们那个马来西亚的三八州有竹竿舞。要先把老旧的漆刮掉，然后再补一点点的补土，等补土干了之后呢，再擦油漆。全部自己来就对了。对，因为现在工很贵，而且也缺工，自己来最快。对，30年的漆了这已经从来没有动过的样子。对，没有动过，因为想说没有客人会来看，所以我们就不动它了。后面是最完整原始30年的情况。油漆已经漆好了，白白亮亮的。我们大概花了3小时有哦，因为呢，它又要刮掉上面的旧漆，然后又再补土，然后才漆最后一次，还要等补土干。那现在已经是很美白白的状态了，然后还要打扫，就是会有很多粉尘在地板，现在已经都清扫好了。那就等明天来装艾迪亚电动晒衣架。我们现在是开始丈量是这个有效的空间了哈，这个排油烟管到墙壁30公分，那我们30公分到你的门边，因为门是内开，所以你的有效其实可以移过来。你这边就是345，所以有效空间扣掉30的话，就是315，好，315到这边这样。那基本上我们最长是可以到280哈，到这里。排油烟管到这边，你如果全部展开是可以到这边。是，我们一般就拉260就好，就是实际上你这边走动都没问题，就是说你这边可以晒长裤子都没问题。280就太窄了哈。对，280的话就到这里了。因为如果这里都晒满衣服就挡住。对，好，你的光线就没办法。对，好啊好。我们就建议从排油烟管过来抓260，好，然后从墙壁抓过来110，这是我们的有效空间。等一下，它还要那个探测器，探测器钢筋有没有经过？因为我们做天花板工程其实风险很高，它常会打到水管啊，打到电管。如果打到水管，我们就亏死，因为这个都我们负责。这样子 B 的意思是有还是没有？有，像现在那个就是有，因为它有十字就讯号最强，就是它有侦测到钢筋的讯号。好，那我们要找比较弱，你看现在比如说比较弱，因为钢筋就一条一条，它找到那个缝隙，像现在那一个位置，这个横的位置就没有钢筋。现在主机已经上去了，键板看起来都很精细。对，然后上面我们做很多防护、保护，所以这个可以用到15年，基本上都没有零件上的问题。机壳装上去，这个是卡扣式的，它算是什么材质哈 ？ABS， 这是汽车保险杆的材质，它耐晒，开车甚至20年它也不会坏。然后我们现在装下旋背，下旋背。
有2个孔，可以2段式的。晒衣服的间距要50公分才刚好，因为2排衣服不会打架。你如果说阳台不够宽，我们才把它缩成40公分的间距。就是杆子到杆子要50公分。对。现在再把旧的晒衣架拆掉。放松，话说需要的宽度了，锁紧。这个是弹性组的排列，所以你可以装也可以拆啊，你可以一边晒衣服一边晒被子，或是2边衣服，然后中间是晒地巾，晒被子也可以。然后如果说有一些小朋友衣服，你可以把它放下，这2只要相勾就勾这里，那这边一档，这边再一档，是这样子就可以晒小朋友上下层。如果说你阳台很大的时候，那你可以晒上下2层都是大人的衣服。那这边有一个遥控器的电源指示灯，如果它没有亮，就是遥控器需要换电池。那换电池，我们就是把它推开拉出来，然后它这边有一个缺口，那我们缺口左右翻开，那我们就可以换电池，4号电池2颗。现在是设定模式，我把它拔下来插到这里，现在是使用模式。那我们再写一下保护日期。下来的时候就不用等停，它会设定到我需要的高度。对，刚刚的高度它就自动。刚刚我设定的高度，它就停住了。这电动晒衣架我已经用了大概1个礼拜左右，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顺便要把这个阳台变得更好看、更好用、更实用这样子，所以我就到特力屋买了一些东西，等一下要再来整理第2次。上次是整理1.0版，这次是2.0版。现在要收衣服，所以就要按遥控器，这是降下来，这是升上去。这里因为有冷冻柜的关系，所以我就晒比较短的短裤或是短毛巾，然后那里比较长，所以就晒大人的衣服还有长裤。我的手一举起来就可以拿下来了。这样子晒衣服啊，节省了好多时间哦。之前我都是一件一件挂好之后放在洗衣机上面，然后再一件一件勾上去，就是用这个钩子，所以变成晒衣服的时间很长。那现在这样子就可以拿下来了，而且这里面的也很好拿。中间这杆我就放了很多小小的夹子，可以晒小东西、袜子、裤子、便当袋、内裤等等的。晒衣架换成颜色一致的，水槽这一区我觉得有点凌乱，打扫用具都一只一只的放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缝隙柜，因为空间比较小的话，用窄窄的柜子收纳，空间会比较宽敞。我折了这个礼品的纸袋，拿来收纳洗衣袋，就这样子抽着使用。放晒衣服的小夹子，下面的话就是放最常用的这个洗衣机，拖地用的滴露消毒水都放在这里，3盆99的盆栽、晒衣架，这个要来装打扫用具的。我买的这个衣架是 Kiwi 的西雅图衣架，它一组是10只，我这样拿起来觉得蛮轻的，记得是一组100多元。刚刚我看到很多要固定打扫用具的，都是用要装墙壁。刚好看到这个 GM 是可以用粘的，它可以承重1.8公斤，棍子的直径要2到2.5公分。说明书上面写说，放下去要静置1小时之后才可以挂东西。大家看这洗衣板一定都知道它是非常有历史、有年代的，但我觉得它还可以用，就还是放在这里用，应该有30年了。这里是放洗菜盆晾干的地方，或是我洗好的锅子会放这里，只要淘汰一些。最后留了2个铁盆跟2个 OXO 的盆。水槽的下面我是放一些清洁的备品。这个箱子是上次去露营的时候买的，无印良品的收纳箱，就是去 Costco 一买就会买很多的，都库存在里面。这之前有整理过了。另外一箱也是清洁用品，之后我想给它换成跟这个一样，那2箱在这里就会很一致性。这是厨余机，我放在阳台，这里也有插座，可以好操作。绑起来，然后可以吊。大家可以搜寻绳子绑盆栽，就有很多绑法。那我是挑最容易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刚好一开灯，灯就亮了。因为呢，电灯是自动感光开灯的，不用按摩去找遥控器，为了开个灯。而且这台是关灯，就表示电源全部是关掉的，不会像其他牌是电源关掉，晒衣架还是呈现在待机的状态。所以你去关灯的时候呢，就是断电了，不用拿着遥控器去关灯，这样也比较安全，也比较省电。因为刚才很热，所以我去洗了一个澡再出来，然后顺便把家里人的衣服也洗好了，现在要来晒。晒之前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来台湾最不习惯就是晒衣服。
还有倒垃圾。因为呢，在台湾垃圾要分类厨余，还有垃圾，在马来西亚不用嘛。之前在影片过也有跟大家分享，我还要追垃圾车去倒垃圾跟厨余。那还有第二个不习惯的就是晒衣架竹竿都在很高，永远固定在上面，变成每次我要一件一件的挂上去，这也是我觉得很不习惯的地方。因为在马来西亚晒衣服的话，就是在平面的，是一个很大的晒衣架放在地上，然后你就挂，然后就放在后阳台啊，或者是放在后面的巷子上面，所以很轻松很方便。那现在有了这个艾迪亚电动晒衣架，我就不用一只手要勾上去晒衣服了，直接在这里挂。这个晒衣架全部都是不锈钢的电动晒衣架，大家一定会觉得它耐不耐重？这一台是耐重50公斤，它也耐晃耐摇。风很大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它很耐晃耐摇，因为它整个钢绳是抓在中间的。如果是剪刀式的左右那种晒衣架，它就会很晃很摇。如果风吹过来的话，这台号称是新竹地区最不怕风的晒衣架，连用力摇晃都没什么怕的，可以说是电动晒衣机界的 iPhone 手机。安卓没有的功能，巧的是它都做到了。你们看我按下的钮，晒衣架会自动停在我的头上，这是依据我的身高去设定好我的高度。我在等它降下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去浇花啊，或者是整理一下这个晒衣间。我研究过，只有这款会自动停，不用再按停，其他牌的会需要等它停，到你需要的高度要赶快按停。这台不用等停，很方便。这台晒衣架的防风钩全部都是用焊接的，它的质感我看起来蛮好的。我们的阳台因为有窗户，风也不大，所以我就直接是勾在上面，间距也比较好调整，就没有勾在防风钩里面。如果你们家有风的话，就可以勾进去那个防风钩里面，防止衣服呢会被吹走。这款是最长的电动晒衣架，身长最长可以到280公分。再来这晒背杆，透过 S 钩挂在晒衣杆上面，这个 S 钩是可以活动的哦，目的是克服场地的问题或是挂衣服的需求，可以做弹性的调整。有一个我觉得也蛮厉害的地方，也算是很贴心的地方，就是可以随便晒。为什么呢？大家可能跟我一样会觉得一定要左右边晒的衣服是要一样多的才会平衡嘛。那这台没有这个问题，可以随便晒，一边重一边轻也可以平衡。只有艾迪亚电动晒衣架做得到，不用怕不平衡，不用怕支架会损坏。像我们家就是为了躲那个冷冻柜，也可以晒一边多一边少，不用怕不平衡的问题。马达声音的部分也很小声，算是静音马达，因为这是按摩椅专用的马达，半夜晒衣服啊也不会因为机器的声音影响到邻居。目前艾迪亚电动晒衣架全机保护是5年，是市场保护期最长的产品，产品寿命设计是15年。现在已经晒好了，用电动遥控器给它升上去。那我很喜欢它的灯是 LED 灯，非常的亮，因为之前我们的旧阳台的灯是绕一圈的灯，然后就不是 LED 就对了，然后就被衣服都遮住了，等于这里的光线是很昏暗的。改造阳台就到这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可以在影片下留言跟我分享。那我也会把艾迪亚电动晒衣架的链接放在影片下，大家可以点来看看。大家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下次见，拜拜。